讲到科学两字啊，你会想起来什么？科学是绝对客观的，科学是严谨理性的，科学家都是一群在实验室里一丝不苟、绝不迷信的聪明人。我们现代人把科学当成了唯一的真理，谁要是敢质疑科学，谁就是没文化的乡巴佬。更别提现在满天飞的人工智能要统治世界。如果说有什么方法能让人类永生，你会觉得它实在瞎扯，或者是什么宗教组织。但如果说成基因编辑让人类永生这种话，你可能很愿意坐下来一探究竟。但是如果你听了姜教授的文明史之科学革命的结构，你就会发现我们对科学的崇拜完全是一场误会。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说不要迷信玄学，也不要迷信科学。科学本质上就是在不断纠错、不断证伪的过程。如果你探寻科学文明史，会发现科学革命根本不是什么纯粹理论的东西，它其实是一群神学狂热分子搞出来的。而今天那些坐在大学和研究所里的科学家，早就变成了一群腐败的大清官僚，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搞出什么 AI 取代人类的创新，这一切都是忽悠你经费的骗局。开始之前，我想告诉大家，目前我有1200位订阅者，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发现95%的观看者并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如果您能花1秒钟点赞并订阅，就能帮助我持续为大家输出。咱们先来找找科学革命的源头。你以为现代科学是牛顿被苹果砸了一下才开始的吗？姜教授说，如果没有一个叫但丁的伟大诗人，科学革命根本就不会发生。不熟悉文艺复兴起源的小伙伴可以看这一期视频。你可能纳闷了，但丁不是写神曲的吗？跟科学有什么关系？在中世纪，大家觉得上帝是完美的，而这个世界充满了死亡和腐烂，人类是低贱的。但但丁在神曲里抛出了一个极其炸裂的观点，他说呀，天使确实是完美的，但咱们人类有一个天使没有的超级武器——想象力。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不需要想象力，但人类有缺陷，会犯错，所以上帝赐予了我们想象力，让我们去探索和认识这个世界。但丁在诗里留下了科学革命的3个终极密码。第一就是上帝就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有能力去爱。第二是上帝创造了宇宙的底层法则、物理定律，而我们人类的责任就是用我们的想象力去发现这些法则。第三点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法则来改善我们的现实世界。小伙伴们听到了吗？科学的起源根本不是冷冰冰的数学公式，而是神学，是诗歌，是人类为了理解上帝的旨意迸发出的伟大想象力。明白了科学的起点啊，咱们再来看看古代的科学和现代科学到底有什么区别。在古代文明，比如古中国、古埃及、古印度，科学是非常玄幻的。古代的科学分为3大块，第一叫神圣几何学。古人认为宇宙的底层逻辑是几何图形。怎么去感受这个图形呢？靠打坐、冥想。你想象一个老和尚在那儿闭着眼睛，他其实就是通过呼吸制造身体的频率振动，试图去模仿造物主创世时的振动，从而跟宇宙能量同频共振。第二块是占星术，就是看看星星的运动来预测人类的命运。第三块是炼金术，古人觉得这个世界是个多神教的混乱世界，只要你足够聪明，你就能像黑客一样黑进去这个宇宙的系统，把铅变成黄金，甚至炼出长生不老的仙丹。你看，古代科学全靠直觉和想象力，甚至古代的祭祀为了找灵感，还会吃致幻蘑菇和致幻剂，让自己进入迷幻状态，去跟神明沟通。古代科学的终极目的是让我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和谐统一。但是现代科学把精神世界一脚踢开了，只关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世界。最根本的转变在于，古代人问的是什么是真理，而现代科学问的是我们怎样才能证明这是真理。
这其实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疑心病大爆发。现代科学的核心就是制度化的怀疑，你不信神仙，不信权威，你只信一套叫科学方法的流程，提出假设，做实验，收集数据，同行审评，大家互相找茬，互相挑刺。正是这种全员杠精的模式，让过去300年的技术爆炸式发展，养活了地球上几十亿人。可是为什么这套系统只在欧洲诞生，而没有在古中国或者印度诞生呢？江教授说，因为欧洲有一神论的神学底座。大家想，如果是多神教，雷神管打雷，海神管下雨，世界是混乱随机的，根本没有固定的规律可找。但一神论认为，宇宙只有一个唯一的造物主，他像个顶级工程师一样，给宇宙设计了一套完美的代码运行规律。而且它赋予了人类解读这套代码的能力。没有这个宗教信仰打底，科学家根本没有动力去寻找什么是万有引力。加上当时天主教和新教为了证明谁才是上帝的真爱，都在疯狂砸钱搞科学。比如耶稣会在全球建大学推广科学，同时欧洲天天打仗，还需要航海去美洲寻宝，这些现实需求直接把科学革命推上了高潮。好，那么高潮来了，我们把课本把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描绘成一丝不苟的理性天才。但当你翻一翻历史档案，你会发现，真正推动科学实现大跃进的，根本不是什么死板的实验流程，而是这些天才们近乎疯狂的直觉、信仰，甚至是一些极其奇葩的特质。比如说伽利略，大家觉得伽利略是个被天主教会迫害的科学烈士，对吧？其实真相根本不是这样。当时伽利略搞出了一个望远镜，虽然放大倍数只有3倍，但他发现了木星有卫星，这证明了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围着地球转。于是他疯狂推销日心说，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但问题是，当时的地心说已经发展了1000多年，数学模型极其严密，而伽利略的日心说是个新玩意儿，数学上根本站不住脚，漏洞百出。如果当时搞个科学评审会，大家肯定会说地心说更科学。那伽利略是怎么做的呢？他凭着一种上帝选了我的迷之自信到处怼人。他不仅极其傲慢，嘲笑那些反对他的权威学者他甚至敢越界去解释圣经。当时天主教会其实很包容，说你当个科学假说研究一下没问题。但伽利略非要说，我懂上帝，你们都是白痴，我比教皇更懂圣经，这就叫异端了。后来他的好朋友当了教皇，就是乌尔班8世。结果伽利略得寸进尺，写了本书，在书里安排了一个叫辛普利西奥，就是 Simplicius， 意为傻瓜的这个角色，把教皇的观点塞进这个傻瓜嘴里，疯狂嘲讽。教皇气疯了，这才把他抓起来软禁。你看，伽利略能推动科学，靠的不是严谨，而是他那种怼天怼地、坚信自己是天选之子的极度傲慢与信仰。再看看牛顿小伙伴们，牛顿的人设就要彻底崩塌了。牛顿呢，发明了微积分，用数学完美证明了引力定律，这是科学史上的巅峰。但是牛顿自己根本不觉得自己是个数学家或者科学家，他觉得这些只是业余爱好。牛顿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他是一个狂热的神学家和炼金术士。他这辈子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干2件事。第一件事是实验室里吃水银，长水银，试图炼出长生不老的魔法石，结果自己搞得严重水银中毒，掉头发、失眠，产生幻觉。第二件事更绝他觉得圣经里藏着宇宙的终极密码，于是他疯狂研究圣经，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世界末日大概在2060年左右到来。更夸张的是，牛顿坚信，为了迎接耶稣在世界末日的第2次降临，必须满足一个先决条件：全世界的犹太人必须回到耶路撒冷建国。这个我们之前是不是讲过呀？这位科学家之神在私底下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基督教锡安主义者之一。他加入秘密社团，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在英国上流社会疯狂推销把犹太人弄回中东的计划。
这个带有浓厚神学色彩的疯狂计划，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英美权贵，最终导致了一战后的贝尔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 是世界近代史，尤其是中东冲突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件之一。它是1917年11月2日由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詹姆斯·贝尔福致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副主席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的一封简短的信。这封信只有短短的一段话，主要表达了2层意思。一是支持建国，英国政府表示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愿尽最大努力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二是有个前提条件，明确声明不得伤害当时存在于巴勒斯坦的非犹太社群，即阿拉伯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也不得损害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享有的权利。这个宣言极具争议，被认为是现代以色列建国的基石，但同时被许多阿拉伯人视为背叛，因为在同一片土地，英国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做了双重承诺。当时巴勒斯坦地区超过90%的人都是阿拉伯人，英国作为一个殖民帝国，没有征求当地人民的意见，擅自主张，直接种下了今天中东打得不可开交的祸根。你敢信吗？中东的炮火竟然跟发明微积分的牛顿有直接关系，这就叫历史的草蛇灰线。不知道牛顿投了多少次胎以后会不会后悔啊？我们再来说说爱因斯坦。牛顿发现了引力的数学规律，但他不知道引力为什么会存在。上帝总不能天天推着星球转吧？解决这个问题的是爱因斯坦，他提出了 E 等于 mc 的平方，告诉我们质量和能量是可以转换的，这也是后来原子弹的原理，并且他提出了时空弯曲，大质量物体把空间压弯了，所以其他星球才会围着它转。爱因斯坦搞出这些震惊宇宙的理论时，他根本不在什么高大上的大学实验里，他当时只是瑞士专利局里的一个底层小职员，他没有做实验，他纯粹是坐在办公室前做白日梦想出来的。而且你会发现，很多顶尖的科学家在做创新的过程中，就是靠那个1%的灵感，而这个灵感是如何从高维信息中下载下来的，这又回到非常玄学的阶段了，因为科学还未能完全解释。现在专业体育运动员也通过梦境训练自己打比赛，能获得更好的成绩。我在玩游戏玩冰球的时候，如果我那段时间玩得非常勤奋啊，在睡觉的时候脑中自然生成继续玩游戏继续打冰球的画面，然后我就通过这些画面继续训练我的机械反应练习，几乎是第二天早上我的技术又比之前进步了一大截。这个技术可以运用到各种技能训练上，比如说绘画、唱歌、弹琴、体育比赛等等。在早期有一次啊，我只是在看冰球练习，认为这个训练会对我有帮助，我便在脑海中想象我的身体也做同样的训练。当时真正上冰场练习时，我第一次操练竟然就能冲在最前面，做得又快又好。你可知道，这个练习我从来没有真正做过。所以小伙伴们，发挥你的想象力，把你所知道的奇学异技都运用在生活中、工作中。我们看清世界的本质后，就是要用这些游戏技能，让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回到今天的内容上来，所以你发现了吗？科学史上真正伟大的颠覆性创新根本不是按部就班算出来的，它们是来自神学启示，来自直觉，来自梦境，甚至来自疯狂的偏执。就像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他的唯物主义理性原则居然是一个天使在梦里告诉他的。既然创新需要这么天马行空的直觉，那我们现在的科学界在干什么呢？这就不得不提一个人，费朗西斯·培根。他写了本叫《新亚特兰蒂斯》的科幻小说，提出要把科学搞成一个流水线，有人专门提问题，有人专门做实验，有人专门审核数据，有人专门总结理论。培根的梦想在今天彻底实现了，今天的科学变成了一个庞大、精密、极其死板的官僚机构。在这个系统里，大家都高度专业化，搞物理的不懂搞化学的在干嘛，甚至连用什么仪器都看不懂。你要想进这个圈子，得苦读20年，熬资历，这叫守门人制度。美国有个著名的哲学家叫托马斯·库恩，他写了本奇书叫《科学革命的结构》。
他指出，现在的科学家根本不是在搞什么新发现，他们全都是在拼图。什么意思呢？就是科学界已经定好了一个大框架，大家都是知道拼图拼出来应该是什么画。你作为科学家，每天的工作就是找块小碎片，严丝合缝地填进去。如果你突然拿着一块全新的拼图，或者说这幅画根本不对，想要颠覆它，对不起，整个科学界会把你当成疯子，直接封杀你。只有当你敢于顶住所有人的嘲笑，凭着一种极其强烈的信仰去挑战旧系统时，真正的科学革命才会发生。江教授说，看看现在的科学界吧，如果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活在今天，他们连研究生院的门槛都进不去。伽利略太狂妄，人缘太差，没人给他写推荐信。牛顿整天神叨叨搞炼金术，直接被送进精神病院。爱因斯坦数学考试不及格，出事就被刷下来了。现在的科学系统看起来很强大，但它已经彻底丧失了孕育伟大天才和颠覆性创新的能力。那么，既然现代科学已经是一滩僵化的死水，那每天新闻里铺天盖地的科技突破是怎么回事？大家现在是不是特别焦虑？人工智能会不会觉醒把人类灭了？纳米技术会不会改变自然规律？富人们是不是马上就能基因编辑实现长生不老了？江教授直接给你吃了一颗定心丸，别瞎操心了，这些问题根本就是错的。在现有的科学框架下，这些玩意儿通通不可能实现。什么 AI 超越人类、永生技术，本质上全是错觉、魔术，甚至是蓄意圈钱的骗局。就拿大家都在用的 ChatGPT 来说，它现在被炒上了天，但江教授却说它根本没有那么神奇，未来也不会有什么本质上的飞跃。这全是一场资本和科学界联手制造的炒作狂欢。我觉得江教授说的这些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我在日常使用 AI 时发现， AI 是创造不出来不存在的东西的，它能够整合编辑已有的网络上的所有知识，但是如果人类不提问、不想象，它就不可能凭空创造。而人类的想象力来自于冥想、梦境、白日梦，连接高维度的意识、阿卡西记录等。 AI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无限的想象力，那人类那时候真的才会完蛋。那么我们真正应该害怕的是什么？在于科学已经变成了一个权力凌驾于国家和政府之上的超级帝国。这帮科学家不用对任何人负责，也没有人能听懂他们在干嘛。这里就是缺乏问责制。对于这群人来说，变成无所不能的上帝太难了，但变得极其懒惰、贪婪、腐败，把政府拨给他们的几十上百亿美元纳税人的钱疯狂挥霍掉，却极其简单。这才是现代科学最丑陋的真相。最后，江教授提到了一个比贪污经费更糟糕的隐患。还记得牛顿预测的2060年世界末日，以及他为了迎接耶稣回归而搞的犹太人回归西安计划吗？江教授说，牛顿算得准不准根本不重要，真正可怕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极其强大、掌握着近乎无限资源和权力的人，就像牛顿这种段位的大佬，他们真的相信这套世界末日的神学逻辑。对他们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神学预言，而是一份必须去执行的商业计划书。他们正在动用一切力量、金钱和影响力，人为的在现实世界中去推进，甚至去制造所谓的末日大决战。比如说，搅动中东的战局，好让他们的信仰变成现实。你以为中东打仗是争地盘，在某些顶级权贵眼里，那是他们在按动毁灭世界的倒计时按钮。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地方。关于这个观点的详解啊，我们可以去看这一期视频。小伙伴们，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因为在这个科技被神化的时代，我们太容易被那些复杂的专业术语和科技大佬的 PPT 给唬住了。我们陷入了对 AI 取代工作的极度焦虑，我们甚至对人类自身的价值产生了怀疑。江教授的这堂课告诉我们，永远不要神化科学，更不要低估人类的灵魂。科学的每一次伟大飞跃，从来都不是靠机器算出来的，也不是靠官僚系统推出来的，它
它永远源于人类那一点点不可理喻的直觉，源于那一份坚信自己能触碰真理的疯狂信仰，源于但丁所说的那种由爱所驱动的伟大的想象力。放弃对虚假 AI 神话的恐惧吧，去拥抱你的直觉，去保持你对这个世界真实的怀疑与好奇，因为只要想象力不死，人类就永远不会被机器所取代。如果今天这期视频让你看得很过瘾，请务必长按点赞，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那些还在为 AI 焦虑、对科技盲目崇拜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 Jenny，我们下期节目见。